台湾地区当选领导人赖清德将于5月20号就职。据台媒报道，赖清德520就职宴会将首度在台南市举行，具体地点是一家游艇饭店。在赖清德看来，自己虽是新北人，但台南却是他的政治起点。2010年，他出任台南市市长，并由此踏入政坛。就职宴会还未上演，有岛内舆论已经在唱衰，直言宴会虽然飘香，设计道道好菜，但黑金乌云却仍在台南上空盘旋。政治不清明，官商勾结不断炼，赖清德要靠就职宴会找回自己政治发迹之地的荣光，只是一时虚幻。而同样受到关注的，曾自称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究竟是何取态？在台南这场就职宴会结束后，或许就会见分晓。日前，赖清德在民进党中执会上喊话称，希望与大陆展开良性对话。不过，他还附上3个条件。有岛内舆论看穿，在所谓推动两岸健康有序沟通交流，对于两岸关系承诺不变、善意不变，希望两岸理解、谅解等漂亮话的包装下，赖清德将对等、尊严等说辞包藏其中。外界认为，所谓3个条件虽然字字都没提到台独，但处处都在暗示台独，看似释放善意，实际仍在玩手蔡英文互不隶属的延续性。国民党籍民代赖士葆认为，9·2共识被蔡当局污名化，没有对话的政治基础，递什么所谓的橄榄枝都是空谈。赖清德不接受9·2共识，更不放弃台独党纲，怎么可能会有所谓的良性对话？实际上，国台办曾多次重申，只要民进党当局承认9·2共识，两岸对话的大门随时可以打开。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赖清德做出这番表态前1周，在视察台湾潜水艇基地、空军导弹发射基地时，才刚刚叫嚣台湾准备随时战斗。对于赖清德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张家俊认为，在没有放弃台独立场之前，赖清德说的两岸良性对话都只是空话。赖清德应当思考要带领台湾走向何方，不应口头讲讲，而是应拿出实质行动证明。就是我认为时间不多了啦，我讲白了啦，我认为赖清德这一任，台湾大概就决定大局了，就是时间到了，你逃不掉了。那越早谈对台湾相对有利。深圳卫视执新闻还注意到，赖清德宣称所谓希望与大陆展开良性对话，是在4月24号。此前一天，一个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跨党派议员团抵达台湾，开始2天的窜访。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搭乘飞机赶往中国大陆，准备展开其任内第2次访华。这种背景下，岛内媒体分析，赖清德喊话大陆，无疑是向美方表明自己不会挑事，让拜登政府能够安心。赖清德到底想不想要两岸对话？毫无疑问，他对于两岸对话是有需求的。那么这个对于不管民进党他自己的这样一个上任之初想要去稳固执政的局面，还是说相关的一个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那么他都是有需求的，因为他要寻求的是一种所谓的和平谋独。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在两岸关系上有所作为，有所表现特别是能够与大陆去沟通对话，也是他去赢得争取美方所谓的信任支持，可以说是这样一个伎俩。此外，赖清德的两岸态度在其近日公布的人事安排中可见一斑。在最后一波人事任命中，涉及两岸事务方面，现任台海基会副董事长邱垂正出任台湾陆委会主委，台行政机构副主管郑文灿则接掌海基会董事长。邱垂正在陆委会有多年任职经验，在金门大学任教等经历，又为其积累了深厚的两岸产学界人脉，并长期主张两岸应进行正常有序交流。他跟大陆往来事实上也蛮多的，他提出这一点让金门当作两岸交流的一个起点事实上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但邱垂正的一些言论却透露出了他对于两岸关系的错误认知。近日，面对大陆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善意信号，邱垂正竟声称：“我们的祖先确实来自对岸，但我们只是华人”，引发舆论强烈批评。
看起来他在这个对于两岸呢要去打开这个对话的这个钥匙这个方面呢，还是锁着，这个门还是锁着。就是你不要谈9·2共识的问题，你如果连这个两岸呢是同一个中华民族这点呢都不能跨越的话，我实在很难想象赖清德的这个两岸政策呢会有些什么样的突破。如果你要否定中华民族，就只有4个字，就数典忘祖。你这有什么好否认的呢？此外，有知情人士称，赖清德选择郑文灿就任两岸民间交流重任的海基会董事长一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温和派，让大陆感受到善意。对此，郑文灿回应了8个字：春暖花开比较重要，并表示期盼两岸可以回到健康有序的交流中。不过，被绿媒争相炒作之路的郑文灿，在被问及未来如何处理与对岸的关系时，竟当众拿出手机，照着赖清德的选举感言朗读。要知道，郑文灿本人记忆力很好，头脑转得也快，被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蔡英文称为“胖周瑜”。在担任桃园市长期间，郑文灿能博得一定的好名声，也跟他的记忆力有关。据蓝营民意代表透露，郑文灿主持行政会议也从不看稿。如今这样一个以记忆力著称的人，却拿着小抄照念赖清德的话，岛内媒体怀疑未来在两岸事务上，他恐怕只能作为赖清德的传声筒。他是非常有心机啊，一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这样一个布局。郑文灿从民进党的这样一个党内的天王的一个人物，那么被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啊，那么被赖清德下放到这样一个岗位上，我们可以预料的是，他一定不会对于两岸关系有特别强的这样一个推动的执念。那么所以说，这样一个政治过客在这里，他是不可能真正的为两岸关系产生这种一个持续的结构性的推力。此前呢，在民进党的中执会上呢，赖清德也说希望与大陆展开良性对话，并且提出了对话的3个条件。看似呢是在释放善意，但他提的那3个条件话里话外呢，实际上都还指向台独。这究竟是在做什么样的打算？于先生，他在民进党的党务会议上为什么会讲出这个话？我们来看一下上下文。那一天，民进党的党务会议上，他们找了一个人来，找了那个人来干什么？说来给民进党讲所谓的反渗透法。那个反渗透法不就在破坏两岸交流吗？结果你找了这么一个人来讲这个，讲完之后呢？又开始就那个 M503航线的问题对大陆进行污蔑，对大陆进行指责和攻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再讲出所谓的想对话，大家难免要怀疑说你的诚意究竟在哪里啊？你要真想对话，你应该铺路，要营造氛围，要做一些努力。可是这些事情他都不做。对话的通关密语是什么？谁都知道，赖清德不可能不知道，说明从内心来说，他根本不想对话。他只是不想承担一个破坏对话的责任而已。我们也看到呢，涉及两岸事务方面呢，你由台海基会副董事长邱垂正出任陆委会主委，台行政机构副主管郑文灿接掌海基会董事长。这2位呢，跟其他的深绿分子似乎有所不同。那么林先生如何看待这样的安排？海基会他需要听命于这个陆委会，而陆委会呢，现在是由邱垂正来接。那么陆委会呢，它是要听命于这个台所谓的安全会议。那这个台安全会议虽然说直接听命赖清德，但是呢，它内定是由吴钊燮去接啊。你说这个赖清德这样干的话，是真的是有想要改善两岸关系吗？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就是邱垂正跟郑文灿，他都是民进党的新潮流的人马。郑文灿又是新潮流2公子，大公子就是那个赖清德啊，他名义上退出了那个新潮流嘛，所以他辈分是在邱垂正之上的，就是这个郑文灿。所以现在却要听命这个邱垂正。这个跟常理不太一样，唯一比较有可能就是邱垂正呢他唱黑脸，然后呢这个郑文灿呢唱红脸最后呢又有一个吴钊燮在上面背后就是赖清德那从这样的逆常规安排，你可以知道说赖清德他其实已经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他在官方交流方面没有突破的准备，但他打算会有一个小突破。这个小突破就是说他想要再选下一届，所以他为什么派郑文灿去海基海协呢？是这个原因。但是民进党党内大家都知道，郑文灿他是跟蔡英文是关系是比较良好，当年唯一并驾齐驱跟赖清德去选的那么他们2个之间有余量情节。郑文灿在9合1败选的时候担任领导小组组长的时候就说，民进党的两岸论述需要做出一个调整，同时他也说不会因为什么压力而屈服。那我们就要看他这一回用什么实际行动去做出调整，又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有人认为呢，赖清德的安全团队几乎是沿用了蔡英文的班底。
那么于先生怎么看？对于赖清德来说，他肯定希望说这些事情都由他来主导，他想说了算。可是问题在于说，其实你看整个过去赖清德这一路政治上的这个历练呢，相对于蔡英文来说，他在这些领域的历练是不够的。那么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历练不够，所以在这些领域当中，他的整个的班底或者他的团队也是不完整的。所以这一次他选用了就是沿用蔡英文的整个的这个团队，而蔡英文的英系之前之所以能够这些年间存在，是因为蔡英文掌握了资源分配的权利，而现在蔡英文已经相当于是即将这个权利会让赖清德把在手里，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英系到底还有多少能量？英系的这些人会不会就直接去投靠赖系的话，这个值得观察。整体而言呢，赖清德的两岸政策会是什么样子？会有什么样的特点？耿先生，赖清德要想比较平稳的就职，然后执政的话，所谓他当时必须要考虑3个因素。第一个，怎么摆平岛内？岛内一个是党内，刚才咱们讲的各派系，然后就是摆平泛蓝那边对他要有谅解，特别是他现在要考虑对民众党那边怎么样这个拉一点关系等等他现在都在考虑做这种工作，所以他的两岸政策大致上我估计他会突出他的一点特点，就是说他比较务实一点，他可能会更加的偏重一点岛内的因素，是吧？他相对他这个比较内行，他也比较熟悉，所以我估计两岸政策大致是这么一个，有变化，略有调整，但是基调基本不变，而且最重要就是他无论讲什么，他怎么讲，他也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基本事实和现在两岸关系基本上和平发展，逐渐的稳步的向前走向一个和平统一大方向的这么一个基本格局。林先生是研究经济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林先生对于赖清德上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作为，有什么样的观察？因为现在就是赖清德呢，他面临的一个挑战，主要是蔡英文这个时期过去那4年，他完全的台当局的那个民进党是完全执政，但他却没有做出大家满意的，缺水、缺电、缺蛋。你看赖清德其实他们有一种那种日式的思维，那是日本遗留下余毒，你知道吗？他就你上来之后，你得做一些事情，让底下那个看着你确实有那个功绩，所以他瞄准的是2026，因为2026他想要打一场这个比较好的那个县市长的选举。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很有可能会首重民生，这也就为什么他知道要用这个产业团队。第二个就是现在岛内的那个产业转移现象太明显了，因此呢，他在这方面来说呢，会首重于经济方面的一个稳定。那么再来是发展突破，这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改善两岸关系，可能是他最好的选择了。从赖清德的人事布局来看呢，也不乏向美国示好的意思吧。我们也知道呢，赖清德的副手萧美琴呢，在美国有不少渠道，但是他和蔡英文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萧美琴接下来会在美台关系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他会很重要吗？赖清德是否会有求于他？于先生。谁都知道，如果让赖清德自己选的话，赖清德很喜欢让郑丽君去当他的副手。但是为什么会选择萧美琴？萧美琴是怎么拿下这个位置的？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背后推了一把。那么美国在背后推了萧美琴一把，让萧美琴坐上这个位置之后，他跟赖清德的关系，与其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合作，但是我想其实这个下面竞争会更多一些。所以萧美琴她现在这个位置想要坐得稳的话，那么他跟赖清德要做一些某些程度上的争夺的话，他最大的筹码就是美国。赖清德跟美国方面没有那么熟的情况下，可能赖清德在一定程度上，在一段时间内，他还得去依赖萧美琴。而对于萧美琴来说，就是这些关系他会牢牢地把在手里，而不会去分给赖清德，因为万一分给赖清德之后，萧美琴自己的筹码就会变少。据说呢，美国不太喜欢赖清德。此前呢，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还专门敲打过赖清德。美国的敲打究竟是什么目的？赖清德会听话吗？于先生？虽然赖清德不断地向美国表示说他会完全跟美国配合，但是呢，美国可能也研究过赖清德过去以来他的这些行事的风格。美国最理想的情况肯定是让赖清德完全的被美国控制，但是美国心里面总是一直在打鼓。像去年所谓的走入白宫说这件事情，你看当时他讲这个话是在什么场合？是在一个所谓他的宜兰的后援会的场合，他是脱稿在讲，而且他用闽南话在讲。
那在美国看来就觉得说你在觉得见到你自己的人了，对不对？然后你还用闽南话讲，所以这讲的是你的心里话，对不对？然后结果讲出这样的话来，对于美国来说，那当然觉得说天哪，他原来是这样想的。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非常害怕说赖清德万一变成第二个陈水扁怎么办？他自己就上来就说什么务实的什么台独工作者什么的，这是在台湾的这个所谓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第一个讲出这么明确的，在公开场合高调讲出这种话，这美国就觉得你这跟我们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跟台湾现在的跟大陆互动的这种现实力量格局也不相合，就是总而言之就有点那个，就是不是那种识务者的那种感觉啊。美国人对他有这，所以美国也对他不放心。美国哈，他有智库就是说，赖清德其实是个灰犀牛啊，所以他如果往两国论靠的话，可能会冲撞中美关系，影响拜登的选群。那么其实不是台湾问题重要，我觉得是中美关系重要。赖清德表示期待520之后呢，台湾和日本能够加强合作。在外事方面呢，赖清德是否会更加向日本靠拢，更加倚重日本呢？林先生，新潮流的那种个性呢，跟他的那个风格呢，跟日式的那种是很像的，所以他的概念基本上就是紧跟日本，然后呢畅通美国跟友好欧洲，是他赖清德的算盘。所以美国在印太的盟友最重要的就是日本。那赖紧跟日本呢，主要是还是为了避险，因为现在54000多名美军呢在日本。那么日本跟美国又有军事合作的机制，所以台湾有事通知日本，日本通知美国，美国就有所反应。所以日本呢，他不希望两岸关系好转，要不然日本的南部哈确实，它会防务会更加紧张，而且美国的第一岛链也会受到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日本跟美国哈，在台海的制造我们说的紧张平衡是符合美国的跟日本的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赖跟日本在这方面是各取所需，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赖清德当年在台南当市长的时候，他在给自己政治上造势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讲说他长得像一个日本的影星叫大泽隆夫，因为那个影星呢在日本演了，人家说他的，对对，日本演了个电视剧，说他像那个医生，是仁医里面那个医生，然后他因为大泽隆夫在这个日本的电视剧里面也是演一个医生，赖清德不是也学医吗？对，他学医。所以赖清德在台南当市长的时候，还专门把大泽隆夫从日本请到台南来，两个人还化妆化的一样，还要在一起摆个 pose， 一起照张相，然后赖清德就拿着那个像在台湾去做政治炒作。所以赖清德跟日本的联系，包括这种所谓的精神或者是理念层面上的这种联系，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得非常的明显。其实我一直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两岸问题当中的涉日因素，就是比涉美因素更复杂，而且更深刻。就是我们要关注到赖清德在美国的这个关系互动当中的同时，在他执政这几年，也可能在台日之间的互动当中，他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外界也注意到呢，大陆方面在金门附近海域啊频频行动，有执法的巡查，也有航道的疏浚。外界就认为呢，这些动作也传递了一步步向前的信号。龚先生怎么看？第一个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第一个纽扣啊，一定要先扣好了。这都是合理的、合情合理的，也是符合大家共同利益的，这是第一啊。因为我们不是在这做一些那种伤害大家利益的事情，是在维护这个地区的稳定，维护大家的利益。第二个，比如说我们要发展这所谓的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区啊，是吧？在台湾这一方呢，特别是金门这些离这个大陆很近的这些地区，可能觉得这个需求更大。这是第二个，是大家一个现实利益的一种融合。第三个，我觉得就涉及到刚才说这个，就是有一种带有点针锋相对的。我们不仅仅有说讲道理，我们在行动上，你走一步，我也走一步，即使有一些略微偏硬的一些博弈上的这种对应，我觉得都是必要的。在副昆区率团赴大陆参访之后呢，大陆方面啊也连续释放善意，比如说放开了福建居民去马祖旅游，放宽了台农渔产品进入大陆等等。但是呢，赖清德又喊话说，大陆别只找蓝营，要跟民进党打交道。那么赖清德的喊话仅仅是眼红吗？他到底要怎样？林先生，我想他是真的感觉到疼了。其实这个傅文喜这一次去北京，那个其实他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帮那个民进党拆一个定时炸弹。因为本来这个台湾的观光旅游业是520那个他就职的时候他要上街头的，傅文喜来是解了他这个难题。那么
我那天我参加那个复婚期的见面会之后，其实当天晚上我跟他们是同一个班机回去的。跟上的时候，我就想想这个民进党到底在机场有什么样的动作？没有，什么事没有。这个有人去接那个复婚期，就在那个到达口。但是呢，外头我想说，这个是不是一出来就当这个各媒体的没有？啊，其实呢，就能显现出，其实民进党他也希望能够在政策上有所突破。我们再来看岛内啊，近日呢，蓝白民意代表联手通过了决议，也就是以后岛内立法部门所有提案必须体现一中原则，比如涉及的表述必须修改为大陆。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决议？它有多大的影响？又透露出什么样的消长的消息？我觉得这一步呢是拨乱反正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它背后体现的是岛内的反台独和台独势力的斗争。因为称呼这个问题上，它的背后所体现的是如何你来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件问题上，现在这次提出这样一个提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相信，就是这样的提案，其实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未来如何看待两岸的关系，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赖清德上台，算是两岸关系当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变化。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呢？耿先生，我认为无论赖清德怎么动作，第一，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基本事实和根本原则，改变不了我们两岸一家亲，是一家人，而且要融合发展、和平发展，最终走向和平统一的必然趋势，也改变不了中美关系也好，整个国际社会的大局稳定、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流不会改变的这么一个基本态势。我觉得两岸同胞大家要携起手来，无论是我们在经济啊、在教育啊、在文化呀、在科技啊，我们要把各个领域两岸的交流不断的推向深入。我们欢迎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也欢迎呢来过大陆的同胞，从欢迎你来到欢迎常来。再来是融合发展的一些细节，让台湾同胞呢来得了、留得住，然后发展得起来，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